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希娜蒂亚，对不起。我就多夸了一句，结果雷耶拉立刻就脸红了，离开的时候还像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的呢。哎呀，简直是描述不出的可爱。还有，昨天我和雷耶拉一起出门。哦，又开始了，希娜迪亚的雷耶拉夸夸大会。因为我家雷耶拉真的很可爱嘛，真挚善良又谦逊，坚韧努力又勇敢，坦诚却容易害羞，拥有一颗寒露花的花瓣一样温暖柔软的心。唉，雷耶拉的可爱之处，3天3夜都说不完。希娜迪亚，你已经讲了3个小时了，就像那种炫耀孩子的傻瓜父母一样。你还帮我计时了呢，好开心，纳赫拉你真好。希娜迪亚，他是在讽刺你。真是谢谢你啊，话题终结者的骑士先生。希娜迪亚，我必须提醒你，你投入的感情有些太多了。对于我们的使命来说，这是不必要的牵绊。不必要吗？利托斯特，你还记得我们的星球到底是因何而亡吗？一刻也不曾忘却那被我们视作赐福的绝望诅咒，名为雷耶拉，你在这里啊！来，希娜迪亚，不要！希娜迪亚！利托斯特！纳赫拉！如果没成为什么神明就好了。纳赫拉！很可惜，不过已经失去的东西是拿不回来的，别去想念它了。纳赫拉，你在哪里？既已已成，依约先进，秉之造化，与此相善。利托斯特，你答应过我的啊！利托斯特，如果没有成为神明，我就不会失去一切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希娜蒂亚。希娜蒂亚，别担心，我知道的。那只温柔的萤火虫，如今已经足够耀眼，足够强大。它的光芒将辉临于心，世间万物都将称颂其名，也就是你了。求你，别离开我。我与这颗星星同在，会永远永远守望在你身边。骗子！又是这个讨厌的噩梦。你从没告诉过我，神明也会做噩梦吗？痛苦的，
往的，如深沼一般的梦。却是我唯一得以与你相见的方式。会不会有一天，记忆褪色，过去消散，我甚至都记不起你的面容，成为神明？到底有什么意义？你留给我的，只有那个挂坠，那是即使在噩梦之中，也能驱散阴霾的光芒。只要拿着它，我就……挂坠在哪里？糟糕，我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弄丢了。冷静点，深呼吸，想一想是西纳迪亚的话会怎么做。先回忆一下昨天去过哪些地方，再依次寻找。询问附近民众。没问题的，我能做到。我记得我去过廊丘和瑞木，最后回到了这里，途中还去过图书馆，见过瑟拉佩姆。已经到黎明时分了吗？这里再现了西纳迪亚从前最喜欢的风景。以前我们经常一起看日出，就在那里。那是西纳迪亚的专属坐席。那时的我，总是任性地依着他的肩膀，他就是这样永远生气勃勃，永远充满令人快乐的活力，好像靠近他，就也能分到一点。早呀，我的小瞌睡虫。对不起，西纳迪亚，我睡着了。唉，蕾耶拉明明这么完美，要是能改掉这个随时随地道歉的习惯就更好了。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？哎呀，明明是我硬拉着你一起看日出的，你道什么歉嘛？可是跟西纳迪亚在一起的每分每秒，我都想珍惜。我也是呀，不过在这里睡觉的话会着凉的，我去给你拿条毯子吧。不要走！怎么了，蕾耶拉？别走，别丢下我一个人，西纳迪亚。对不起，我只是做了个噩梦，梦到你不见了，我拼命的找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现在没事啦，你看，我就在这里呀。太好了，西纳迪亚，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的，对吗？离日出还有点时间，像往常那样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好。从前，森林里有一只勇敢的小鹿，它和伙伴们一起踏上了前所未有的旅程。他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原本所在的森林，向着遥远的陌生天空飞去。他们穿过了高山，行过了峡谷，越过了大海，终于在大地的尽头发现了另一片生机盎然的森林。这是多么令他们欣喜的事啊！森林里一片静悄悄，看来这里还没有过动物朋友来做客。于是大狗翻开泥土，小鹿撒下草籽，兴隆浇灌雨水，成片的绿草织成绒毯，打卷的藤蔓生出杯盘，喷香的蜜酒在叶片上流淌。渐渐的，森林里焕发了新的生机。一位他们从未见过的动物朋友
好奇地探出了头。一只可爱的小狮子，那是这片森林里最初的提名，也是崭新希望的起始。小狮子聪明又细心，什么事都学得很快。森林里陆续到来的动物朋友都很喜欢它。有一天，小鹿带着小狮子去了森林里最开阔的草地上，看着太阳从地平线升起。小狮子出神地看着日出的光芒，问小鹿：日出这么美，为什么太阳不能一直挂在天上呢？小鹿笑笑说：因为那样的话，你就会错失夜空的绚丽啦。夜空那么绚烂多彩，小鹿就是在那里找到了那颗红色的星星，代表着希望和未来的星星。红色的星星寄托了小鹿的愿望和祝福，闪耀出了比太阳更美丽的颜色。小鹿相信着，小狮子总有一天也能找到一颗闪耀的星星，送上自己独一无二的祝福。星星就是这样接连着闪烁，将未来，将希望，将光芒不断传递下去，而这样才仿制成了如此灿烂的漫天星河呀。哎呀，你是不是睡着了？小瞌睡虫，要错过今天的第一缕阳光了？不会错过的。假如真的错过了，我们明天也可以继续一起看，对吧？当然，就像昨天和今天一样，明天、后天，我们每天都可以一起欣赏。糟糕，会不会看太多看够了？才不会，虽然都是日出，但每一天也完全不同。空气中聚集的水分造就了永远拥有差异的云层和雾霭，所以每天的朝霞都不一样。就像昨天是高积云，云体像瑞木居民们的屋檐瓦块，光从起伏的波浪间隙洒进来，把灰灰的厚片映成绛紫色。至于薄的，希纳迪亚，你为什么这么盯着我看？对呀，我在认真看着你哦，一边看一边听一边想。啊，蕾耶拉果然也很喜欢看日出，没有勉强你做讨厌的事，真是太好了。怎么可能讨厌？我喜欢和你一起做的所有事。我是说，日出这么美，就算太阳再也不会落下，也不要紧。夜空再怎么绚丽，也永远比不上太阳的光辉。太阳才是这个世界璀璨夺目的唯一。太阳不落下的话，不就再也看不到日出了吗？其实日落也很不错呀。世界从日间的运作中拖出脚步，回归到自我之中去，与这一日中生出的情绪独处，或惆怅，或欢愉，或静谧，或期待。心绪铸就梦境，生命通过现实与幻梦的均衡自我疗愈，然后在充分的休憩之后迎来下一日，然后太阳出来了，真美啊！怎么啦？这次不看霞光，倒是在看我？啊，我知道了，因为不愿意被我盯着看再回击我呢。哇，我的小蕾拉学坏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没有，我是说，我确实是在盯着你看，但我好啦，我是在逗你啦。看，天完全亮起来了，
多好看的光晕呀！唉，看来今天也会是个好天气。对呀，是卷层云，今天也是个好天气。总觉得很怀念，只是四处找找吧。小磊爷啦，你在找什么？过来，我可以帮你。你帮不上忙。你怎么知道？难道说你在找我？当然不是。不要突然冒出来，那赫拉，你挡到我了。可我只是想帮上忙。你看起来很困扰。谁要你这种家伙来？如果你真的能帮忙的话，我弄丢了很重要的东西，是希纳迪亚的挂坠。是吗？我记得那个，亮闪闪的很漂亮，弄丢了很可惜。不过已经失去的东西是拿不回来的，别去想念它了。我还有很多漂亮的小物件，我为小磊爷拉寻一个更漂亮的好不好？我是怎么了？居然傻到想求你帮忙？你什么都不懂，只是个毫无常识、不通人性的异类。我不需要你的帮忙了，我会自己去找。能找回来？能找回来。那就只是短暂的分离而已，别担心。不过，真的不需要我帮你吗？你知道的，小磊爷啦，我很擅长寻找那些漂漂亮亮又可爱的小东西。不要，我不想听你在我耳边说任何丧气话。你还是继续做你的事吧。至于你的收藏品，如果你想送的话，可以送给希纳迪亚，她看到会开心的。可是，希纳迪亚她……好了，这个我也不想听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平常不是很少出门吗？和你一样，我也在找东西，找一个我应该知道，不过总是会被忽略的东西。你在找什么？路，我在寻找我的路，它就在那里，连接着我的终点。小磊爷拉，你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。没有，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会有这一天。毕竟你从来都不属于人类，这是不可避免的事，所以我不会难过。接受事实和为此不舍并不冲突。小磊爷拉，你和我不一样，你有丰沛的感情，它就像流水，你不必压抑它们，冰层挡不住暗流。你原本就是可以悲伤，也可以哭泣的。你太过勇敢安静，我们都忘记了你正承受痛苦。那个时候其实也一样。谁会为了一个吃白饭的惹祸精难过呢？
你想走就走吧。所以，纳赫拉，你已经找到了吗？快要找到了，我能感觉到就在附近。我有预感，我们很快就要告别了。这么快？看到小磊爷拉那么能干，我们也就能安心地走向自己命定的道途。是小磊爷拉的话，一定不会有问题。希纳迪亚也总是这么说。我可不信任你对时间的感知。那一次你说之前很快能说得对，上一次你帮我找来不久以前想看的书本，其实提到它已经是3年前的事了。这次说很快，就更说不准是什么时候。反正不管你说什么，吃饭的时候你总是会出现的。你说的对。那么小磊耶拉，路上小心，我们待会儿见。纳赫拉，待会儿见。我不喜欢和纳赫拉说话，他明明什么都不懂，但是总会让我有点难过。看来挂坠不在这里，走廊也没有。向您问候，磊耶拉大人。你是？我见过你，昨天或者是前天，我记得是在瑞木，你和利托斯特说过话。是我，荣幸之至。您还记得这样一个平凡人？你特意到高塔来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我来请求您的允许，希望您能同意我来为您绘制画像。画像？是的，每一寸土地上居住的人民都渴盼您向其显明。我们感念您的恩典，愿我带回您的画像，供人们伫立悲鸣，塑造神像。我不需要塑像和祭拜。可是，他们和我之间不该隔着塑像，大家的声音也不该通过祭坛传进我的耳中。希纳迪亚在瑞木城设下高塔的入口，不是为了让我们之间生出隔阂的，一定是我疏忽了往各地走动，才让大家不安了吧？不是的，神明大人，迄今为止，您带领人民走向您所应许的文明，人们信从依靠您，您便赐予我们真理，使我们免受天灾。人们认识神明的善良，并因此萌生出塑像的念头，用以寄托虔诚，坚定信心，渴求从神明的像上得到属灵的安宁。之前你和利托斯特谈的就是这件事吗？他的意思呢？不，利托斯特大人与我们交谈的是关于为大人选定影旗的事。难道是他一直挂在嘴上的史书战争？是的，如今瑞木正在筹备搭建赛场擂台，利托斯特大人也已经定下实数人选。竟然这么快就有。不过既然是他亲自操办，那也不奇怪。也就是说你也是实数之一。幸得利托斯特大人垂青，可惜我只是个画师，没有在擂台上争胜的力量。最具备资格能走到您面前的影旗候选也不是我。你是利托斯特强人所难，你可以不用勉强登台。磊耶拉大人，我并非不想参赛，相反，我为此万分期待。哪怕没有获胜的机会，哪怕知道实数之中有高洁的候选者，其灵魂之贵重足以令我折服。尽管如此，我也要上台一争，就算付之生命也无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愿意为您献上所有忠诚，神明大人，不止我，换作他人也一样。不过，如果要说能最终走到您面前的人，想必是那一位了吧。谢谢你。至于刚才你提到塑像的事，我还是不能答应。
毕竟就连希纳迪亚也没有为自己塑像。我明白了，这亦是恩典，只是先前就有些奇怪，还请您为我的大胆赦免。希纳迪亚是谁？果然，希纳迪亚的名字已经从洛星的子民记忆中消失了。可是我们都不该忘记的，因为希纳迪亚是洛星真正的神明。他选中了这颗星星，点燃深埋地底的火种，荒芜的星球就有了跳舞的心脏。他看护生命，守望文明，他尽情爱着我们，真真诚诚的在这一切由他庇护的事物面前袒露欢喜。他是空茫宇宙中最美好的神明，时间永远不能使他枯萎。你们要与我一同记住他的存在，不再忘记他的名字。是的，遵您的法旨，雷耶拉大人。还好，我能确定他没有落进河里。记得我也和希纳迪亚一起乘过船，那应该是庆祝丰收的节日。小心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哇，那艘船也很快，我来追上去。希纳迪亚，点心要洒了。对啊，那是这一季的季节限定吧？是那家店的掌柜特意为我们留的呢。小蕾拉，你尝过味道了吗？现在不是适合说这个的时候吧？因为小蕾拉总是不好意思和大家说话嘛。啊，那只橙色的袋子里每种味道都放了一块，说要让你都尝尝看，好知道你最喜欢的口味。啊，我的喜好他们是很清楚的啦，所以大家其实非常喜欢你哦。为什么偏要挑你驾驶船只炫技的时候说？因为这样你就更舍不得把他们打翻了吧？啊，这里不得不来一个急转弯，水流是不是稍微有些急？好厉害！只是啊，小蕾拉，其实你只要控制那些点心的影子就行了。你看，全能作弊，这下我们不能参加竞速比赛评比了。对不起。不要真的相信呀，真让我们参加那不是捣乱吗？啊，快看，上面还挂着花签呢。小蕾拉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只是我已经拿不下了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玩得很开心。神明大人，要收到我们的祈愿呢。收下花朵，代表着神明会保佑大家日日健康；收下树枝，代表着神明会保佑大家时时平安。船舱满满，来年粮仓满满。愿望
和祝福我们都收到啦。小磊啦，来，你也来和大家打个招呼。我不行的，多难为情啊！有这么多花间，其中藏着多少美好的愿望呢？小磊啦，我们努力让大家愿望成真好不好？让大家一直这么开心。来年也让大家心想事成。他的眼睛闪闪发光，头发和饰品也熠熠生辉，整个人在日光下无比耀眼。就是这样的神明，赐予洛星永恒的活力与期待。他的人民将象征好运的花木扎上肩，在欢乐的日子里送上。每个人都信赖他，仰慕他，愿意追随他到任何地方。我也是，为了再靠近他一点点，我愿意做任何事情，哪怕我根本不擅长。我会努力。小磊啦，你做得好好，我们与洛星同在。如果当时不是希纳迪亚在身边的话，我大概永远都不会走到人前去吧。这是多久前的事了呢？不能再陷在回忆里了。挂坠，挂坠。怎么回事？有人在吗？有，别走，请救救我！小孩子，声音确实是从这个角落里传来的。你还在吗？求求你别走，这里的墙面有2层，我被卡在中间了，救救我！得想想办法。这孩子的位置、身处的环境、需要帮助的方式都不明确。出于他的人身安全考虑，或许能用影子试一试，制造一个影之室，把他从夹缝里送出来。先收集信息试试看吧。你是从哪里钻进去的？墙底有一块地砖，下面是空的，刚好够我一个人钻进来。关于夹缝大小已经有些线索了，这个影之室应该……你被卡在什么位置？有没有受伤？没有，我没有受伤。我侧着身子，沿着夹缝走了大概4、5步，然后就被夹住了。手脚还能动，想回头，但是不能转动脖子。看来墙体夹层有些变形了，这个影之室应该……这是什么？别害怕，那是我的影之室，他们会帮助你的。影之室，您是雷耶拉大人，太好了，有您在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哦，这是什么？难道是屏障？好厉害，我好像……一定要把我抬起来吗？雷耶拉大人，谢谢您，神明大人，我今后不会那么冒失了。身体会有哪里痛吗？不，完全不会。小执事撑出了墙面中间的缝隙，恰好抵住夹得最痛的那一面，我的身体就能活动了。这么说来，确实不必要让他们搬运你。抱歉，让你感到难为情了。呀，虽然有点，不过您完全不用抱歉。嘿嘿，也谢谢你，影执事。说起来，神明大人到瑞木来是做那个节日的准备吗？
那个节日？没错，利托斯特大人还要建造一个新的会场呢。一听说能为神明大人做些事，我爸爸妈妈都去帮忙了。难道说是实数战争？那要用2只手才能数得过来。我还小，不懂那么多数字。爸爸妈妈说那件事我帮不上忙。神明大人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也想帮您的忙。我不是为那件事来的。神明大人，我在找东西，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。神明大人重要的东西，不得了了，要让所有人都来帮忙才行。爸爸妈妈，叔叔！不用这么麻烦大家。让我们帮忙吧，我们想帮上雷耶拉大人的忙。怎么能因为我的一点小事兴师动众？神明大人的事怎么会是小事？大人，你要找的东西是什么样的？是一个挂坠，大概这么大，上面缀着星星。啊，我们快去找吧，一定要帮神明大人找到。我果然不擅长应对这种事。如果希纳迪亚在的话，一定不会这么手足无措吧？如果换成是他在这种场合，嘿嘿，归根到底是我不留意在先，现在却要让大家帮忙，不过就拜托大家了。怎么会？让我们也为神明大人做一点举手之劳吧。让我想想，有了，那就请大家回到自己之前所在的地方吧。家里、店铺、桥边、河上，就在自己所在的位置，为我寻找自己身边的地方。啊，对了，作为报酬，之后该准备什么作为礼物呢？怎么可以接受神明大人的谢礼？哎呀，别客气嘛。如果是希纳迪亚的话，会和大家融洽的相处，率直的接受好意，诚挚的施以援手。而我耳边传来的是大家嘈杂又忙碌的声音，而我再次从心底升起愧疚的情绪来。对不起。那个神明大人，明明是我们夸下海口帮忙，对不起。我才是给大家添麻烦了。总之，请别这么说。真是无颜见您啊！我家的小鬼头对您夸下海口，居民们一听能为您做一点事儿又擅自来劲，最后居然没有为您找到您重要的宝物。那怎么能责怪你们呢？连我自己都拿不准它会在哪里，反倒因为我的缘故，才让你们不得不放下手里的正事，为毫无头绪的东西白辛劳。怎么会？是我们太想帮上您的忙了。您从来没有向我们要求过任何东西，可是呢，这城里任何一个人都受过您的恩典。我家那个淘气的要死的小儿子，不就今天刚被您从墙里掏出来吗？哎呀，初提起来还难为情呢，现在已经洋洋得意的到处跟小伙伴炫耀了。那是谁遇上了都不会坐视不理的。对啊，就是因为您如此温柔正直，互帮互助在这里才会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。不仅小事，还有那些我们完全无能为力的天灾，那些可都是您替我们解决的。我现在还记得明海水患的场面，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要是没有您，大家都不会有今日。而我们只是跟随您，相信您而已。只要这样做就能幸福的生活，这世上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。不是的，我没有始终走在最前方引领大家的才能，与之相反，我只是被大家托举在最前方。如果说乐星是希纳迪亚在宇宙之海中打造的一艘船，
希纳迪亚才是指引航向的曙光，而我只是放在船首的雕刻像而已。神明大人，我没事的。尽管如此，我也希望能让这艘船行得更远更稳当。我会努力的。虽然有点失礼，不过我还是稍微有点在意。那个，您刚才一直提到的希纳迪亚是？我知道，希纳迪亚的名字已经从洛星的子民记忆中消失了，但我不会认同，绝不。希纳迪亚是洛星真正的神明，他将真理与谦爱刻入心灵，于是蒙昧的生命从混沌中苏醒，人世传响祝福的弦音。他庇护过往，包容彷徨，他倾尽所有爱着我们，以高尚的希冀护航正确的命途，又赐予你我他的最大应许。他是空茫宇宙中最温柔的神明，世界回报他永不绝灭的繁荣。你们要与我一同记住他的存在，不再忘记他的名字。是的，遵您的法旨，雷耶拉大人。像过去所有时间一样，每当我讲起名为希纳迪亚的过去，却永远只会对上一双双听到美好传说时写满茫然和向往的双眼。这不怪他们，即使如今依然沐浴在他的荣光之下，他们却未曾像我一般幸运，亲眼得见他的美好。而我，至少还拥有能够诉说的人。去看看瑟拉佩姆吧，或许挂坠落在了图书馆。似乎空无一人。我来帮你拿。其实我可以。对哦，我都忘记你已经快比我高了，时间过得可真快呀。时间为什么偏偏过得这样快呢？好啦，别看了，利托斯特塞给你那么多书，也不是让你一天看完的。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？是点心。不过在图书馆吃东西是不是不太好？那正好跟我去别的地方嘛。走啦，去看看那棵小树苗今天长了几片叶子。你带我种下的树苗，如今已经长得很高，所以你什么时候带我再去看一看它，也再来看一看我呢？原来你在这里啊！希纳迪亚，我找到你了，雷耶拉。他走来时，风就有了花朵的色彩，阳光的味道。他总有说不完的故事，他总有令人开心的魔法，那是温暖而明媚，一如童话般的时光。这一天，小鹿突然发现怎么都找不到小狮子，在林子里采果的时候没有它，在草地上野餐的时候不见它。或许是那个地方。小鹿忽然想到，果然，他在层层叠叠的书堆后看到了一只圆乎乎的小脑袋。你在玩捉迷藏吗？怎么不和我一起呢？小鹿可怜巴巴地挤到小狮子的身旁。于是小狮子回答：小狮子该回答了。我没有在捉迷藏，我只是想看会儿书。小狮子真诚地回答道。真诚吗？小鹿知道今天的小狮子不太一样，但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找出不同，因为他曾在森林的深处学过一种魔法。小鹿对小狮子神神秘秘地笑起来。无论你想什么，
我心里都能读懂。要不要试试看？小狮子不相信，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于是小鹿将头凑得更近，两只圆滚滚毛茸茸的脑袋贴在一起。等等，希娜迪亚，喂，故事还没讲完呢。小鹿看向小狮子漂亮的眼睛说，我知道你正在偷偷苦恼一些事情，难过的让你书都看不下去了，而且非常非常想说给我听。所以小鹿骄傲地看向他的小狮子，眼睛亮亮的。那么请讲，我的小狮子。透过眼睛，希娜迪亚就可以看出我的想法吗？当然，因为你怀揣心事时的表情与动作从小到大都没有变过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这种能力就叫他读懂蕾耶拉的不传之秘。好奇怪的名字。好啦，说说看，究竟是什么事让我们聪明可靠的蕾耶拉躲在书架后偷偷叹气？放心吧，有我，还有利托斯特和娜娜在，肯定没问题。那赫拉还是别了吧。你说的也是。其实今天，抱歉，希娜迪亚，我做错了事情。那还真是难得一见，这么新奇的事情，快跟我展开说说。路过白雨的街道时，我发现大家种下的树木几乎快要被风吹倒，于是我尝试用影子的力量将它们支撑，可在影的缠绕之下，树木就像脆弱的枯叶被我悉数折断。那后来呢？我不能逃避自己的过错，也不想再用影的力量，所以动手补种了树木，希望能弥补些许。虽然它们现在是有些难看。怎么突然笑啊，希娜迪亚？没事，只是突然想到了蕾耶拉一个人一脸认真的努力植树，感觉很可爱。你明明知道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。不过在我眼中，无论是想做事的热情，还是解决问题的可爱行为，蕾耶拉都做得很好，真的。难怪小瑟拉刚才跟我抱怨图书馆里不知道哪来的落叶呢。蕾耶拉，可别让小瑟拉太为难呀，经常跟她聊聊天好不好？你们都没怎么说过话呢。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和瑟拉佩姆相处。比如先从称呼开始，既然她比你小，叫她瑟拉妹妹怎么样？我做不到，我们没有那么亲近。蕾耶拉总是太过拘谨啦，对利托斯特也是，对娜娜也是。等等，难道对我也是？不是的，希娜迪亚不一样，只有希娜迪亚不一样。希娜迪亚和任何人都不一样。那为什么还要叫得这么生分嘛？我都说了那么多次了，叫我希娜就好了呀。因为希娜迪亚的名字很好听，念起来就会让我很有安全感。那是这世上最圣洁的旋律，我不想省略。蕾耶拉，你快过头了，说的我都有点脸红了呢。但是对我来说，蕾耶拉，美丽的黑夜，才是最温柔、最绚丽的风景啊！藏匿于黑夜之中的暗影，能带给人的只有恐惧。它从不美丽。啊？那你就是在怀疑我的判断喽？我没有，我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今天影子折断的是树木，那么明天呢？它折断的又会是什么？蕾耶拉，我做的还不够好。怎么会呢？希娜迪亚，你看，那是什么？影子的图案吗？是一只螃蟹。其实是一只小鸟。哎呀，不重要。
毕竟影子就是充满想象、创造奇迹的力量呀。我不明白。你说是螃蟹，我说是小鸟。每个人怀揣着自己的想法或者愿望看向影子，就能让它浮现出不同模样。你看，影子的确能够以心所愿变化万物，很奇妙吧？但它迸发的力量也会摧毁任何想象和奇迹。所以这取决于你。难道你在害怕吗，我的蕾拉？我没有。是吗？你知道吗，蕾拉？其实光也是影子的一部分啊。光？如果没有光，影子就不会存在。光与影相辅相成，就好像每一次蕾拉运用影的力量，都会有我在身旁支持你。有希纳迪亚在支持我。等到将来，支持这份力量的信念将会变成你想保护的人，想守护的星星。而且还有什么？这个嘛，是秘密。我要留着谜题让蕾拉自己去解答。终有一日，到那时，我的蕾拉一定能拥有自己的答案。不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我的答案从来只有希纳迪亚。听你这么说，我真的很高兴。但时间还有那么长，现在就交出答案，可不像谨慎认真的蕾拉会做的事。因为这就是我的答案。既然能思考这么严肃的问题了，那我的蕾拉有没有感觉好一点？不，我从来没有感觉不好。真的？那靠近一点，让我透过你的眼睛再看看你的想法。等等，我答应你，希纳迪亚，我会尽我所能，用我的全能创造你所期待的奇迹和想象。我向你保证。可不只是我的期待哦，还要有蕾拉自己的想法。这没有什么不同，有影子的地方就有光亮，它们相辅相成，互为一体。这是希纳迪亚刚刚教给我的事情，对吧？喂，这么快就学会活学活用举一反三啦？那我们去看看勤劳的园丁蕾拉种下的树木怎么样？等等，还是别了，希纳迪亚，它们一点也不好看。你每次这样谦虚就是做得很完美嘛。走啦，蕾拉，我和你一起。希纳迪亚，和我一起。可这里只有你呀，蕾耶拉姐姐。瑟拉佩姆。蕾耶拉姐姐，你昨天说想要看的书，我已经整理出来了，这些给你。哦，谢谢。对了，瑟拉佩姆，你在图书馆里有没有看到我的挂坠？挂坠？抱歉，蕾耶拉姐姐，我没有看到。这样啊。我可以帮助你一起找，蕾耶拉姐姐。没关系，我自己能找到。蕾耶拉姐姐，其实你可以将心事分担给大家，不必全部藏在心底。我没有，瑟拉佩姆。2个人的力量比1个人更强大，所以2个人找总好过1个人，对吗？是希纳迪亚送给我的那个挂坠，是他亲手做的，大概有这么大，颜色很漂亮，就像希纳迪亚的眼睛。我想起来了，那的确是很好看的挂坠。当时希娜姐姐做了很久很久，还请了娜赫拉阿姨帮忙。
那赫拉是因为也想要挂坠，所以才缠着希纳迪亚捣乱，他可算不上帮忙。不过，原来你还记得。那时候大家经常来图书馆，希娜姐姐也喜欢来这里找你。大概是因为我总是躲在图书馆里吧。的确是这样。就像找大猫咪时，只需要留意它常在的地点，大概率就能抓到它。虽然蕾耶拉姐姐喜欢将自己藏在书堆里，但无论是遇上解不出的谜题，还是碰到心情不好的烦恼，希娜姐姐总有办法将你带离图书馆。解不出的谜题，是我因为利托斯特的难题在图书里苦恼，然后我们俩都被希纳迪亚拉走去看烟花的那一次吗？我记得希娜姐姐说，忘记那些看着就头大的题目吧，漂亮的烟花，好吃的点心，哪一样不比利托斯特有趣多了？是啊。他的话音刚落，烟花就在我们头顶上啪的一声炸开，天上绚丽的光芒，耳边不绝的喧闹，还有那张世界上最好看的笑脸，都落在我的眼中。然后我告诉希纳迪亚，我已经找到了利托斯特题目的答案。可听了我的话，他对我说他说了什么？蕾耶拉姐姐。为什么我想不起来了？瑟拉佩姆，你还记得希纳迪亚说了什么吗？抱歉，蕾耶拉姐姐，我当时没有注意。那天希纳迪亚到底对我说了什么？蕾耶拉姐姐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没关系的，蕾耶拉姐姐，不要太勉强自己，因为希娜姐姐已经离开了，就算拥有再多回忆，也不会让我们真正回到那一天，不是吗？因为我们永远都不能回到过去。不，只要我不曾忘记。蕾耶拉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希纳迪亚，希纳迪亚！怎么跑得满头都是汗？娜娜不会把她自己的任务也交给你了吧？没事，希纳迪亚要挂的灯笼我已经全部弄好了。我家蕾耶拉真棒，我这里也完成了。嘿嘿，为了这次的庆典，天没亮我们就开始装饰城市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大家一定会喜欢的。希纳迪亚总是将事情考虑得很周到。那是因为有蕾耶拉在我身旁帮忙，无论我有什么样的想法，你都愿意和我一起实现。对我来说，希纳迪亚也一样。等到了夜晚，瑞木的灯火亮起，大家在缤纷的灯笼之中热闹欢笑，一定是一幅很美好的景象吧。真希望快点到夜晚。希纳迪亚，希纳迪亚，你在哪里？夜晚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在，只有孤寂无边的一片漆黑。别怕，有我在呢，有我在呢。他从高处坠落，折断了翅膀，该怎么办？你可以先用影的力量帮助他固定翅膀。可我担心自己做不好，这样的事情
你比我有经验多了，还是……经验都是自己一步步积累的，谁都不是天生就能做好所有事情。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到，难道你不相信我吗？我怎么会不相信希纳迪亚？好吧，如果有你在，让我来试试。希纳迪亚，我做到了。我就知道雷耶拉一定可以。这种小鸟一般在黑夜里活动，等它伤养好了，我们就在夜晚放飞它吧。让它在夜晚回到家人身边，他们一定还在等着它。希纳迪亚，他飞去了哪里？他回到家人身边了吗？不，也许已经没人在等他，就像我一样。雷耶拉，我在这里呢。等等我，希纳迪亚。快看，雷耶拉，太阳就要落下去了。从这个角度，刚好能欣赏到塔顶变成金灿灿的模样。无论是看日出还是日落，希纳迪亚都很开心。日出时霞光破云而起，日落时余晖浸染天地，都好看。而且这可是跟我的小蕾耶拉一起欣赏，怎么会不开心呢？希纳迪亚，那蕾耶拉呢？日出和日落你更喜欢哪一个？哦，不许说跟我在一起就都喜欢。那还是日出吧。太阳升起，又是新的一天，蕴藏着无限的可能与期待。可是日落时也是一样呀。夜幕降临，大家都在安静的与今天道别。无论一天是好是坏，都会在梦境中归于安宁，每个人都能重新开始。所以日落后的夜晚同样也令人期待呢，对吧？夜晚也会令人期待。希望，期待，黑暗中萌动的只有永恒的恐惧、痛苦的悲悼，以及一无所有的我自己。蕾耶拉，看这里。希纳迪亚，拜托，别再消失了。你看，很漂亮的河水，对吧？流动的河水清透见底，映出瑞木的勃勃生机，就像一双我所熟悉的眼睛。那蕾耶拉的眼睛像什么？啊，我知道了，像彩虹，也像万花筒，万般色彩都在其中汇聚，映照出无数缤纷的可能性，好看极了。哪里有你说的那么夸张？真的真的，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对着清透见底的河水照照看，也就是对着我的眼睛哦。希纳迪亚，每次开玩笑你都会露出这副表情，的确很可爱呀。不过你要是不喜欢，下次就不逗你了。当然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就像现在这样，就像现在这样就好，永远停留在此刻。但我们没办法一直停留在这里啊。因为河水永远都在奔流向前，所以我们总要顺着明天前往远处的风景，对吧？希纳迪亚，就像河水一样向前吧，蕾耶拉。不，什么都没有，竟然黑夜的长河里，只有我孤独的、令人生厌的双眼。我不能失去希纳迪亚。
你今天想听什么故事？不过我讲的故事雷耶拉都能背下来了吧？已经没有什么能讲的啦。雷耶拉大人，希纳迪亚是谁？他是洛星的神明，是绝不能被忘记的神明。那么今天就轮到雷耶拉讲讲他自己的故事啦。他一定结识了新的伙伴，遇到了新的风景吧。雷耶拉，你可以回头看，却不能往回走。为什么连唯一的光也要从我手中剥夺？希纳迪亚，希纳迪亚！我相信你会带着这颗星星去往更远的地方，所以该向前看了，我的雷耶拉。不，雷耶拉姐姐，斯拉佩姆，对不起。我没事，没关系的，雷耶拉姐姐，别担心。对不起，斯拉佩姆，对不起，我都做了什么？雷耶拉姐姐，别紧张，我没事，真的。你看，不，斯拉佩姆，你离我远一点，我不想再伤害你。我明明答应过希纳迪亚，会做到用自己的全能创造他所期待的奇迹和想象。可是这样懦弱、无能的我，却辜负了他的信任。是我让希纳迪亚失望了。那个福楼杀来的女人说的对，我永远都只是个缺陷品。不是的，雷耶拉姐姐做得很好。这颗星星上的文明在闪闪发光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喜欢你，你没有辜负任何人。我还记得希娜姐姐说，别说了，斯拉佩姆，别说了，我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洛星的神明。在烟花的声音里，希娜姐姐告诉我，你是她的骄傲。这句话我一直都记得。从前我不明白利托斯特说时间漫长，因为我见到永恒也归于尽头。可现在整个世界都在运转不休，唯独我的时间静止不动。我做不到，我伤害了朋友，我不配成为神明。可不可以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希娜迪亚，那个女人说过，被子民逐渐遗忘，是创世神明的注定命运。希娜迪亚，连我与你仅存的联系也会渐渐消散吗？不，我不要，我会记得一切。雷拉，快看，这棵树是不是又长高了一些？总觉得每一天树木都会变得不一样呢。枯荣更迭，四季轮转，树木长出新芽，又开花结果，感觉也没什么不同。但它一直在努力地向上成长，这样未来的果实就会结在更高的地方，见到更加辽阔的风景，对吧？
要按希纳迪亚的说法，树上的每颗果子见到的景色都不一样。当然啦，也只有希纳迪亚会想象一只果子能见到什么景色，倒是它们会因为光照不同，产生不同味道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那蕾耶拉想尝尝最高处的那颗果子是什么味道吗？你要……等等，希纳迪亚，要记得接住我。算了，还是我来吧。嘿嘿，就知道你最好了，蕾耶拉。不会，你就等我这句话了吧？你猜？可是，那颗被大树努力托举到高处的果子，它并没有如树木所期盼的那样甘甜饱满，却留下苦涩的余味，就像我一样。但你一个人已经能做得很好了，蕾耶拉。所以，在你离开的时间里，我要自己决定这些事吗？这些五花八门、大大小小的事物就暂时托付给你啦。可是，我怎么知道我做的决定是对的？靠你的经验、想象力，还有一颗热爱的心。你又在开玩笑了，希纳迪亚。嘿嘿，我说的可都是事实。不过3天后我就回来，时间会过得很快的。还是说，我的蕾耶拉一刻也不想离开我？当然，我很想这样回答他，可我知道我无法说出口，因为我不想让他失望。于是，像所有时间里一样，我再一次说了谎。我才不会有这种想法。真的？你该不会在我出远门之后，一个人偷偷在高塔上拿着挂坠抹眼泪吧？那种做法过于幼稚，而我只会将挽留的话语藏在心里，因为这是你的决定，因为这是你给我的责任。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就算是从前，我也不会这样做。啊？可我怎么记得……在这3天，我会多听听利托斯特的建议。上次说要建立更多学校的事，我也会提上日程。我会多到外面走走，及时帮助大家一起解决问题。我就像一只拼命展现力量、虚张声势的小动物，忧心他再次看穿我软弱的、无助的想法。那么，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吗，希纳迪亚？不赖嘛，我就知道你可以独当一面了，蕾耶拉。随着时间流逝，这份骗术会变得越来越高明。所以，这究竟是幸运，还是诅咒的开始？是啊，我已经可以了。希纳迪亚，如果当初的我没有扮演一个蹩脚的骗子，而是将心中的想法说出口，是否今日的洛星会变得比现在更好？因为希纳迪亚就是一直支撑我的信念，希纳迪亚就是我的答案。你的答案还是没有改变吗？真是个固执的孩子。又在发呆吗，我的小蕾耶拉？快过来。走啦，我带你去看一份礼物。要跟上啊。希纳迪亚，等等我。希纳迪亚，希纳迪亚，你在哪里？别再丢下我，希纳迪亚！你看，
很漂亮的景色，对吧？啊！花繁叶茂，生灵寂寂，我们脚下的土地生生不息。希纳迪亚，这就是你想要守护的珍宝，这就是你为我留下的礼物。你说过，我们的足迹遍布洛星。当我继续踏上这条路的时候，看见花木葱茏，云满占空，还有那些洋溢着幸福的笑脸，就会再次见到你。是啊，这里的每一处都有你的影子，我当然能够看到。可是我所渴求的从来都不是这些。我想要在广阔的星海里与我共享同一片风景，与漫长时间中朝夕相伴的希纳迪亚。我想要回到与你触之可及、真实共度的每一天。希纳迪亚，如果我当时说请你不要离开我，你会愿意为我停留吗？我真的害怕听到你亲口说出答案。使命和我之间，你的选择又怎么会有例外？可是我还是心存妄想。如果回到过去，告诉你我一点也不想让你离开，是否结果就会有些许不同？要是你在，一定会说我又在犯傻了。生和死尚且不能阻拦时间的脚步，我又怎样才能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，直到抓住你的手？洛星已经完全将你忘却，朋友们也坦然地走向自己的路途。很奇妙吧？原本以为一刻也离不开的人，却慢慢变得可有可无，甚至最后连想都想不起来了。所以我不能也不会忘记你，希纳迪亚，希纳迪亚。可即使是我，也开始忘记你说过的话语，直到终有一日，我会和大家一样，再也想不起你的一点一滴。利托斯特说，回忆是最没用的东西，它就像一把锋刃朝向自己的利剑，越是想念，越会将自己折磨得血流如注，痛不欲生。我又怎会不明白？当大家用信任、渴求的目光望向一位神明时，当他们开心地说起洛星的明天时，我当然知道我要承担责任或不向前。但那个险些伤害了朋友的我，那个在阴影中卑微的我，又凭什么带领大家继续向前？我知道我不能保守过去的回忆，我不该承认那些令人沮丧的软弱情感，因为那不是成为神明该做的事情。这会说明希纳迪亚的选择是个错误。不，希纳迪亚不会有错，犯错的人从来都是我，是我做的不够好，是我让大家失望。
是我不配成为生命，所以我要快点摒弃化为泡影的回忆，快点抛弃无用懦弱的悲伤，快点成为所有人的期望。可是，希娜迪亚，我真的好想你，我真的好想你啊！我都知道的，雷耶拉。希娜迪亚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之前也经常在这里聊天，留下了许许多多愉快的回忆。你累了，雷耶拉，要不要靠在我的肩上睡一会儿，就像过去一样？可你只是我的回忆。说的也是，那就闭上眼睛，什么都不要想，偶尔也要让自己放松一下。我已经没事了，挂坠还没有找到，利托斯特说过要找我商量事情，我该离开这里了。你还是跟从前一样呢，我的雷耶拉。不要把烦恼都藏在心里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你可以尽情地说出来。我的烦恼，现在又能说给谁呢？比如利托斯特，虽然他不善言辞，总是爱摆出一副冷冰冰的表情装酷，但他同我们一路走来，见证了你的成长，真的很关心你。没想到，最后还是利托斯特陪着我。可不只是利托斯特，你看。雷耶拉，我们脚下的土地，不仅有我们过去的回忆，还有你自己所创造的一切。洛星的文明在时光的长河里变得比过去还要繁荣。你是一位值得信任的生命。我只是想要守护希娜迪亚所热爱的星星，我想把你期望的事情做到最好。是吗？可当初交给你的事情，还有一件没有做好啊。是什么？要照顾好自己，雷耶拉。希娜迪亚，这可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你不许再忘了。我记住了，希娜迪亚。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永远在隐藏想法的骗子，毕竟这样对大家都好。但我爱着希娜迪亚所爱的一切，我会因此坚守下去。这句话从不是谎言。你见到雷耶拉了吗？似乎是利托斯特的声音。我就知道你看到他了，小狗。你要养狗了吗，利托斯特？我的时间有限，还有其他令我操心的东西，所以我何必给自己再添负担？你好像另有所指，不过那还挺可惜的，毕竟喜欢你的小动物很少见。无妨，我也不喜欢它们，这倒是公平。所以我们过去喂小动物时，你一个人站在远处，不是在黯然神伤？你想多了。那么你要跟我走吗？那么你要跟我走吗？带上它吧，利托斯特。
哦，为什么？作为神明，你的举动与决定将影响整个星球文明的命运，所以你总要给我一个理由。我不明白养狗与星球命运的关系，但我们永远都会有孤单的时刻，因为我们要走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。在这条路上，它可以与你作伴。它只是一条普通的狗，不论发生何事，它的寿命与我相比，不过弹指一间，所以它又凭什么与我作伴？那就由他的孩子继续陪着你。你可以就像守护文明一样，守护他的世世代代。你说过，这很了不起。我当时说的这句话，和今天的情形无关。更何况，我也不需要一条狗的赞赏。所以你要给他起什么名字？随便。过来。利图斯特说，他需要你。雷耶拉，我可没说过。为什么你也总是口是心非呢，利图斯特？或许我并非如此，或者我不该如此。你总说谜语的习惯应该改改了。雷耶拉，我有事情要跟你说。如果你说的是骑士遴选，我已经有所耳闻。如果是其他事情，我应该能在明天留出时间。所以，关于骑士遴选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？这件事你自己决定就好。无论是在现在确定人选，还是未来培养教导，这都是你的事。而且，你在问我之前，自己不是已经着手准备了吗？看来只有这种时候，你才会像从前一样，对自己的感受难以掩饰。什么？提到骑士遴选时，你就像一只受伤的猛兽。我没有。你想选新的骑士就选吧。如果要问我的意见，那最好是一位话少安静，不会说谜语的人。雷耶拉，这是在为你选择骑士，而这个人将因此获得与你相同尺度的生命，陪伴你，带领这颗星球继续前行，所以你必须重视。利托斯特。比起这些大道理，我更想知道另一件事。我在听。我记得你说过，在你的部族中，当新的骑士如旭日缓缓升起，旧的骑士就会如皎月沉入星河。的确如此。但我记得你答应过我，无论何时，你都会永远在我身旁陪伴我，教导我。雷耶拉，你是一位称职的神明，我现在还能教你什么呢？回答我的问题，利托斯特。我的确答应过。我就知道，你还记得。对了，雷耶拉，你的挂坠我已经帮你修好了，给你。是西纳迪亚的挂坠，我还以为自己真的弄丢了它。我想起来了，是我不小心弄坏了挂坠，拜托你修理。结果因为太过于不习惯它的缺失，忘记了这件事。
按照你随时攥着它的习惯，这挂坠现在才坏，倒也称得上一种神迹。我的确离不开它。谢谢，利托斯特。如果没有你修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肯定能找到其他办法自己解决，只要你愿意。是吗？你一会儿有时间吗，利托斯特？没有，我要去擂台附近看一下进展。哦，那正好顺路，和我一起去看看那棵小树吧，就是西纳迪亚和我们一起种下的那一棵。那已经是一棵大树了，它不需要我们浇水看护，已经能为路人遮风避雨，所以去看它又有什么意义？可我有点想它种下的树木。好吧。嗯。雷耶拉，关于石树战争，我希望你能出席，亲眼见证新骑士的诞生。我去准备些西纳迪亚喜欢的花朵，这个季节应该开了不少吧。雷耶拉，你自己先过去吧，利托斯特。他果然还是想要离开。没事的，我知道他是洛星最口是心非的人，就像刚才，他明明很喜欢你，却不肯自己说出口。他已经答应了不会离开，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，对吧？这些话西纳迪亚会喜欢。我们走吧。西纳迪亚，你也很想他，对吗，利托斯特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骗自己一直向前呢？快点，利托斯特，来扶住他。雷耶拉，把水递给我。我来帮你吧，西纳迪亚。雷耶拉，种树不需要浇这么多水。对不起，幸好我没有倒下去，我记住了。没事，果然我们的雷耶拉也想看到小树快点长高呢。终有一日，它将扎根大地，长出茂盛的枝桠。树下有行人乘凉，树上有飞鸟筑巢，那样的风景多好呀！那到时候我们再来一起看它。种树之人只需提供他独自成长所需的一切，至于他日后是供旅人休憩，还是为鸟兽结果，这都不是种树者要关心的事情。但我们还是可以成为它的见证者哦。等到小树长大的那一天，我们一起来看，好不好？但你食言了，西纳迪亚。不过至少还有利托斯特和你的挂坠来陪我一起看它。你也在看着我们吗，西纳迪亚？抱歉，西纳迪亚，我犯下了弥天大罪。我欺骗了那个孩子。他是一个好孩子，他会成为引领洛星的神明。这一点并非源于你对他的赞誉，而是我自己的想法。洛星的文明在他的努力下已经愈加繁荣，但我知道，在雷耶拉心底，依然在抗拒手中的权柄。想要弭平他的惧怕与自否，就必须让他独自前行。我教导他恪守职责，将使命和责任托付于他，
在漫长的岁月里期待他不荒废自己的天赋，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但偏偏是我辜负了你的信任，是我在默许纵容他心底那份不切实际的期许，不忍告诉他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永恒。我的存在就像连接起过去的象征物，会让他沉湎于与你的回忆，逃避正视你的离开。这有违我们的使命，甚至可能会让我们母性的悲剧重演。等实数战争开启，新的骑士诞生，无论他是否愿意，我都将。希纳迪亚，这就是身为你的骑士，为你能做到的最后一件事。骗子！是啊，我怎么会不明白呢？从来都是我一厢情愿，自欺欺人。每个人最终都会抛下我，所有人都是骗子。无尽的暗夜染黑天幕，所有的星星都暗淡无光，最终我能相信的只有自己。哼，你说对吧，寻梦者？